有很多人会觉得生气是不好的情绪，不只影响人际关系，也可能会伤害健康。但你知道吗？有研究发现，生气其实是可以带来好处的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生气这个情绪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公车误点，有人在雷，还是被乱贴标签呢？当我们说到生气这件事情，好像总是会跟一些负面的形象画上等号，像是卡通啊，或是影剧里面的这些反派或者丑角，常常都会有爱生气的形象。而且当他们夸张的生气之后，常常呢就会接着出糗，然后主角就可以趁机反击。比如说101忠狗当中的库伊拉，或者是以前叫神奇宝贝，现在叫做宝可梦的火箭队，甚至是白雪公主里面的7个小矮人里，还有人的名字呢就直接叫做爱生气。那为了避免自己变成爱生气市面上面也有许多的书籍啊、课程、影片都在教导人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生气，养成正向乐观的好习惯。但是生气这个情绪真的有这么糟吗？如果这么糟，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学好英文，或是想为家里的孩子建立英文基础吗？那就和 SOR 脑科学背单字工具组一起练功学习美语发音，培养精准的音听能力吧。这本字典主打3大亮点首先它有专利的音标跟专利语调，帮助你精准的掌握单字的发音跟语调轻重音，轻松的学会美式读音。再来为你拆解单音节单字，搭配这个点读笔的点读发音，让你边听边学。而且字典呢还内建了5万个音档跟500组的听力测验，可以激发自我挑战，增加学习印象。最棒的是呢，还有14天的试用期，不满意全额退费哦。现在上嘖嘖享早鸟优惠，输入志奇77专属优惠莎77，还有120元的现金折扣哦。马上点击 YouTube Shopping 的产品资讯卡，了解更多资讯吧。生气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情绪。根据全球民调公司盖洛普所发布的2024全球情绪调查报告，全世界平均有22% 的人感到生气，其中像是以色列等战乱地区的人民更是有超过1/3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此外，最近南韩首尔大学有项研究更发现，在南韩有将近1半的人长期处在愤怒的情绪里面，尤其30到39岁的人最容易严重愤怒，他们对于政府、媒体以及各种管理不善所导致的意外感到非常不爽。那虽然生气的情绪很常见不过每个人会感到生气的原因都不太相同。比较常见的原因可能有5种。首先呢是收到人身威胁，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安全，就很容易感到愤怒，想要反击。在战乱地区的人民可能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再来，当我们感受到不被尊重，或是觉得不公平，例如妈妈给哥哥的零用钱比较多，我们也会很容易生气。然后如果正处于过往的创伤经历，或是长时间的慢性压力和焦虑，这愤怒呢也会变得比较一触即发。最后，肚子饿也可能是部分的人的生气原因。但就算经历相同的事件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生气。就拿饿肚子来说，很多人就算肚子饿也无所谓。那到底是什么机制让我们决定要不要对一件事情发飙呢？刚刚讲到的生气原因，其实又可以细分成情境因素、个人状态等等。但真正会让人生气的关键不只是这些，还有当发生事情之后紧接而来的内在评估系统。我们就拿上班路上出车祸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发生车祸的当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受到攻击，这是属于激怒我们的情境。而我们呢，因为赶着上班没有吃早餐肚子超级饿，这就是属于当下的个人状态。那目前所遭遇到的情境跟个人状态都可能会让我们生气，但实际上面要不要生气，要生多大的气，主要还是依据后续的评估。首先，我们的脑袋呢会开始初级评估，衡量这起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公不公平。如果是因为自己忙着回讯息不小心撞到前面的车子，那即使我们所处的情境跟个人状态都很糟糕，大部分的人呢可能会因为理亏而不会生气。那如果说我们有乖乖的遵守交通规则，但后面的人只顾着玩手机而发生了车祸，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会激起我们的愤怒。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再进到次级评估去确认事件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想，对方肯定是个笨蛋新手才会撞到我等等，透过贴标签让自己的愤怒更站得住脚。又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想，我肚子超饿，然后还被撞了有够衰，然后全勤奖金也没了，我最近肯定水逆完蛋了。这种灾难化思考呢，就会把一起车祸变成虽事连连的灾难，加强愤怒的情绪。
而这些刺激评估的思考方式呢，都可能会在扩大我们的愤怒，让我们忍不住爆炸。而在生气的时候呢，身体就会面临一连串的生理反应，这让很多人认为呢，生气会影响健康。首先，当我们被负面的情绪刺激，大脑里面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区块呢，就会马上的反应，并且释放出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肾上腺素啊，还有正肾上腺素，进入了备战状态。而这些荷尔蒙呢，会让人类的心率加快啊，血压升高，呼吸急促，开始流汗。这个时候也可能会有大量的血液流向脸部，让我们看起来脸红脖子粗。同时，肾上腺素呢所引发的战斗或是逃跑反应，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开始警戒，尝试储存能量。所以消化系统呢也会跟着变慢，并且感觉到口干舌燥。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这个反应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可能会增加人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持续长期的愤怒，更会大幅的增加罹患高血压或者心肌梗塞的几率。这是因为当我们生气时呢，肾上腺素、正肾上腺素呢会作用，它们会压缩血管，让心跳跳得更加剧烈，同时增加血液当中葡萄糖还有脂肪酸的数量。那这个增加的过程呢，不只会伤害到动脉壁，也可能会累积脂肪斑块，加速动脉硬化。那如果脂肪的斑块累积的太多，就会把动脉变窄，降低呢进到身体的充氧血流，最终导致心脏病发或者是中风。其实不止常常生气会对于身体造成负担今年5月发布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的报告就发现，光是回忆生气的经历也会影响健康。研究人员请部分的参与者说出生气的经验，并且测量他们手臂血管的血流变化。结果发现呢，比起悲伤或是其他中性情绪的组别，生气组的血管扩张能力显著的降低，而且这种影响竟然可以持续的长达40分钟。这么说来，一直生气不好，生一下下气也不好，那我们真的都不能生气了吗？其实要人类完全不生气是不太可能的，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而且适当的表达愤怒也可以带来一些好处。首先，还记得我们说不公平的情境可能让人生气吗？这个时候，愤怒的情绪就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到不公平，进而去争取权利。再来，适度的表达愤怒，除了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跟紧张，也可以避免情绪累积导致更大的心理问题，同时也能够让其他人了解你的感受和需求，进一步的促进沟通和理解。另外，愤怒也能够督促我们更积极的面对挑战。有研究发现跟情绪中立的人相比，生气的人呢，在面对有挑战的任务时，注意力更集中，效率更好，也更容易达到目标。这样看来，生气其实不全是坏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跟生气的情绪相处呢？我们搜集了许多国内外健康单位的指引帮大家简单整理出面对愤怒时应该要保持的2大心态。第一，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呢，千万不要完全忽视或是压抑它。如果长期的忽视自己的愤怒，不仅容易导致情绪问题，更有可能会造成抑郁。第二呢，生气时呢，要正视自己的需求，厘清自己到底是为何愤怒，并试着将愤怒化为改变的动力。我想大家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在生气的当下，常常会脑筋一片空白，等到回神之后，才发现自己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面对情绪呢？首先，可以练习正念。所谓的正念，并不等于是正向思考，而是试着让自己在生气的当下，可以有意识的用不批判的方式去察觉自己的情绪，并且探索愤怒的来源。透过这样的练习，我们可以学习认识情绪，跟情绪共处，而不是被情绪操控。再来呢，是认知再评估。前面有说到，真正让人生气的关键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起事件。认知再评估呢，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转念，也就是重新审视自己对于事件的看法。像是刚刚车祸的例子，虽然全勤奖金飞走，让人有点不爽，但至少人没有受伤，对方也愿意赔偿这个抽车的费用全勤损失。这样子一想愤怒的情绪就可以减轻不少。最后，如果觉得上面的方法太抽象，我们在这边呢也分享一个经过实验证明的方式。一项来自于名古屋大学的研究发现呢，如果在生气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跟愤怒的原因写在纸上，然后把纸撕碎或者是丢掉，就能够帮助情绪恢复到平静。不过一定要丢掉。研究也发现呢，如果是保留纸张的人，他们的整体愤怒程度并不会下降。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呢，不管是课本还是老师和家长提醒呢，甚至大部分的影视里面的内容，常常会让人感觉生气是一件坏事，我们不应该生气。就像在不生气体操里面说的，暴怒的人挑起纷争，忍耐的人止息纷争。为了避免冲突呢，我们通常就会选择忍忍就过了。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刻意逃避压抑生气这个负面情绪，反而会让自己感觉更糟，过得更不快乐。努力不生气就是要避免冲突，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不快乐呢？
我们发现之所以会选择压抑生气的情绪，除了是过去的主流价值，还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气的自己很陌生，不太知道该怎么样跟这个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讲话可能越来越大声的自己相处。再加上前人的经验又大多呢都很负面，所以我们才会想要避免冲突。不过在这次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生气并不全然是一个坏事，尤其在该生气的时候，适当的表达愤怒可能也可以带来一些好处。这给我们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生气这样情绪，我们理解到，就算是人人都不想要的负面情绪，可能也是有它的功能存在。所以，与其说要努力不生气，未来我们可能会试着多呢去认识生气的自己，并且努力在生活当中跟负面的情绪相处，取得平衡。那当然了，我们并不鼓励大家当一座火山，随时准备开喷。如果在有些时候不想要生气，但又不知道要怎么样排解情绪，也可以试试我们刚刚分享的方法，或许可以带来帮助哦。好的，那么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平常都怎么样处理生气的情绪呢？我生气时通常呢都会找朋友聊天啊，抒发。B， 我生气时呢喜欢追剧转移注意力。C， 我不喜欢面对发脾气的尴尬场面，所以通常呢都会选择忍耐。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何处理愤怒的情绪。此外呢，也可以以这个地方看吵架沟通以及正念。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